11月份是初3学生填写志愿的时间，大家都开始考虑自己的前程。赤羽想成为官员，身处幕后治理国家；中村想成为外交官，而朝田却心生迷茫。比奇自从上次事件过后，不再张扬，换了一身朴素的打扮。注意到他身后的标签没撕，朝田走上前，悄无声息地撕下了标签，惊得赤羽和猫也目瞪口呆。如果朝田手里拿的是刀子，比奇现在已经死了。朝田也意识到自己有杀人的才能，所以当沙老师问起他的理想是什么的时候，朝田问沙老师自己该不该成为杀手。他的天赋高到毋庸置疑，但沙老师却指出了他轻视了自己的安全和自尊。成为杀手的勇气是建立在不顾自身安危上的。他的这份才能想如何使用，想为谁使用，沙老师让他重新考虑一下。放学后，朝田回到家中，妈妈拿出了他期中考试的成绩单。虽然朝田这次没能进入前50，但是他打算给D班的班主任塞点钱，让朝田走关系离开一班。朝田自然不想走，然而他刚提出反驳意见，妈妈就脸色大变，和患了狂躁症一样，揪着他的头发不停摇晃，话里话外都是他不听话不争气，暴怒的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话。正因为这样，爸爸才会和妈妈离婚。妈妈帮他规划好了一生，考上当初他没考上的一流大学，进入他没进入的一流公司。他只想要女孩，于是强迫朝田留长发穿裙子。朝田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而是名为母亲游戏的重启键。妈妈打算明天就去见一班的班主任商量转学。朝田傻眼了，一班名义上的班主任是乌间，但是乌间出差了，也就是说明天他妈要去见的是沙老师。沙老师让他不用担心，作为能毁灭地球的超级生物，见个家长小菜一碟。于是第二天，沙老师扮成了低配乌间，面见朝田的妈妈。刚一见面，妈妈对朝田的控制就显露无遗，想考上他规定的大学，那从现在开始就不能有污点，所以他一定要朝田离开一班，并且不需要朝田的想法。沙老师终于明白朝田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了。他摘下自己的假发说，乌间是个光头，不管是发型还是以后的人生都不该由父母决定，朝田的人生属于他自己，不是父母用来掩盖内心阴影的道具。如果不是朝田本人愿意，他是不会同意朝田离开一班的。朝田妈妈大发雷霆，斥责了一通沙老师后，怒气冲冲的离开了。沙老师意识到，想要改变对方，必须要朝田亲自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才行，他的人生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朝田没想到，他的妈妈会变得如此丧心病狂，他居然直接迷晕了朝田，深夜带着火把将他带到旧校舍，逼迫朝田亲手烧掉一班。他认为就是到了这里，朝田才开始变得不正常，开始反抗他了。只要烧了这里，无处可去的朝田就会回到主校区，也会因为亲自动手的罪恶感没脸再和同学来往。你真是他妈不是他仇人，阴刚再狠都没你狠呐！朝田只要有一点反抗的想法，他就会发狂，用生养之恩强迫朝田听从自己。而就在此时，一名杀手突然出现，打断了朝田妈妈手里的火把。他是来暗杀每周三和阿绿一起追剧的沙老师的，因为之前规定一旦杀害学生就不付赏金，所以杀手打算越过朝田对他妈动手。因为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朝田能听出人情绪的波长，比如现在妈妈很惊慌，而杀手很大意，于是他朝着杀手走去，并第一次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妈妈。他现在正在这座教室进行着某种挑战，毕业之前就会见分晓，如果成功，他就会剪掉头发，并将所有花销还给他。如果这样妈妈还不能认同自己，那他就会离开他。朝田说完，一招结果杀手，你这也太菜了，连学生都打不过还讲沙老师。沙老师适时出来圆场，说这里经常有不良出没，朝田确实不成熟，这并不代表朝田背叛了他，而是开始了任何人都会经历的筑巢的准备工作。一想到朝田会离开自己，精神放松下来的妈妈一下子就晕了过去。沙老师开车送他们回家，路上沙老师问朝田，如果他杀死了自己，那么以后会去做杀手吗？朝田的回答是不会。他终于明白了，才能不止一个用途，就算是暗杀的才能也能用来保护妈妈，帮助他人，而且当杀手这么危险，会让家人担心的。回到家之后，和妈妈好好沟通的朝田也终于得到了留在一班的许可。秋天是学院季的时节，不同于其他学校，闷秋中学的学院季是货真价实的经营能力比拼。为了击垮一班，学校甚至拉到了大公司的赞助。主校区那边的学院季办得绘声绘色，这可愁死了深山老林里的一班，他们这次可不想输给 A 班。沙老师提醒他们，一班的财富就是隐藏在深山里的食材。学院季当天，闷秋学院热闹非凡，一班开启了橡果蘸面包为主题的饮食店，而好巧不巧的第一波客人就是之前在京都旅行中遇到的混混高中生。混混老大打算吃一口就吐，然后在网上造谣让他们生意做不下去，没想到一入口好吃到泪流满面。这可是开拉面店的松村研究了整整1周的配方，山里的食材都有一股特别的味道，美味加上比奇的美色诱惑，混混成功成为一班的收入来源。10天比奇美女试图拉客，筋骨做的海报、冈岛拍的照片、3寸做的网页，吸引顾客眼球的素材都准备完毕。阿英用无人机侦查了一番，发现 A 班搞了个大动作，学校直接搞来了爱豆的演唱会，舞台分2边，一次表演1小时，入场门票500日元，食物免费，游客如果都想要看就要反复入场。他甚至还欺
亲自上场表演，全能的让人害怕。反观一班这边，倒像是老朋友聚会，之前的幼儿园园长带着孩子们前来捧场，对他们的食物赞不绝口。但是如果宣传不出去，他们是无论如何都超越不了 A 班的。休息的时候，中村找到朝田，为他之前戏弄朝田是女孩子的事道歉。自从朝田妈妈闹的那一出，他才知道朝田留长发的原因。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居然是之前在冲绳岛对女装朝田一见钟情的纨绔少爷永次。他调查了那天去岛上的人，然后就发现了一班的学院祭，这可是有钱的冤大头。中村当场把自己的裙子给朝田换上，一脚把人踹了出去。一班的营业额可就靠他了。我就知道女装只有0次和无数次，因为不想被熟人看到，朝田带着永次躲进小树林，结果刚吃几口，两人就看见之前参与京都暗杀的杀手赤红之眼扛着枪拎着鸡出现了。永次吓得就要当场报警，朝田只好骗他说那是当地猎人协会的大叔。赤红之眼刚走，罗维罗又来了，大爷你没死啊，太好了太好了，他是被沙老师请来做客的。朝田又骗永次对方是搞笑艺人，但是永次回头一看，奇怪的人越来越多，连冲绳岛的3个杀手都来了。朝田是编不下去了，永次也看出了对方在撒谎，他的父亲是大牌艺人，他从小就见过无数前来套近乎的人，所以对人的表情非常敏感，这是他在肮脏虚伪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技能。朝田电磁也摊牌了，他其实是男生，他告诉永次，就算不是自愿拥有的才能，但如果能帮到别人，自己也会获得自信，即便是缺点和弱点，只要能反过来利用，就能变成武器。这间店铺就是用这种方式创立的，这里的客人也是他们用这种方式结识的。永次听完之后一言不发的离开了。第一天的营业结束，一班落后了一大截，照这样下去，他们根本不是 A 班的对手。结果第二天一早，几人来到教室一看，全班都惊呆了，顾客爆棚不说，就连电视台都来采访，他们的好评突然在网络上爆炸式的增长。阿绿查了一下传播来源，发现帮他们推销的人居然是永次，他是当下最有影响力的美食博主，因为是富二代，从小吃过不少好东西，虽然人品不太好，但是品味是真的好。永次在博客里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评价，不仅食物好吃，还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一般把劣势变成优势，食材全是自给自足，将弱点和缺点变为武器。朝田的一句话让他这个一直藏在父母光环下备受宠溺而感到愧疚的人觉得自己真傻。他意识到父母给的零花钱也是他帮助他人的武器。营业时间只剩最后一天，一班忙得不可开交，不停点单做菜上菜收钱，就连主校区的同学都被吸引，陌生人、熟人、有缘人不断的前来。等一下，这不是齐神和黑子吗？你这部动漫里混进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傍晚的时候，食材宣布告急，但是他们离 A 班的营业额还差一段距离。累得一身土的木村和日向提议再往山里走走，但沙老师却让他们点到为止，赢不了也没关系，他们不能破坏山里的生态，每一种动物的繁衍生息都与其他物种息息相关。这场学运季，他们从众多有缘人那里得到了帮助，才能有现在的成就。于是，一班的饮食店就此歇业，而这家店铺迎来的最后一名客人正是朝田的妈妈。经过上次的事件，他终于明白了，他的儿子并不是他。朝田已经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有了足够自立的本事，他今后不会再干涉朝田的人生。但是作为母亲，至少让他守护自己的儿子到成年。朝田和妈妈成功和解，在这个世界上邂逅的所有有缘人都会成为教授自己知识的老师，沙老师也会将那人托付给他的缘分传承下去。朝田妈妈为之前放火的事向乌坚道歉，还说不会将他是秃头的事情说出去，气得乌坚找沙老师算账。最后学院季综合成绩 A 班超过高中部成为第一，E 班也取得了第3的好成绩，E 班在众人眼中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好，但这却引起了这座学校掌权者的不满，于是一场针对一班的计划开始了。